三国时期纷纷扰扰，曹家的魏国、刘家的汉国和孙家的吴国，这三国斗得快意士气，但最终的赢家却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。三国最终的赢家竟然是司马家。司马懿在魏明帝曹睿死后，斗倒曹真的儿子曹爽，取得曹魏的实际掌控权。到了司马炎时，直接篡位取代魏帝，建国晋。西晋自此开始。晋朝分为西晋和东晋。对于晋朝，我们似乎不是很认识它，大致知道它结束了三国，以及在它之后就来到了南北朝的长时间乱世。晋朝为何变成了西晋、东晋？晋朝带给了中国什么样的影响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西晋王朝乱世中的短暂和平。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 为民说，这是个学习的频道，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，希望可以带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。前面提到晋朝的建立来自于篡位，由司马懿在政争中取得独占地位，掌握曹魏的政权，再由其孙司马炎篡位建立晋朝。晋朝在汉末起始的300年乱世中，第一件贡献就是结束了纷乱的三国时期，为当时带来了短暂的和平。此话怎讲呢？司马炎建立晋朝，称为晋武帝。晋朝建立后，将近100年的战乱告一段落，百姓终于能够喘一口气了。再加上晋武帝励精图治，改革土地，发展农业，让国家恢复生气。因着这样的努力，晋朝初期甚至带来了一段治世时期，史称太康之治。但这段治世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就在国家步上轨道之后，晋朝的社会风气开始败坏，腐败奢靡成了社会的主流，有钱人彼此斗富炫富。除此之外，晋武帝为了巩固统治地位，大量分封自家人为王。这些分封王拥有兵权，掌握地方资源，结果原本是要用来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分封王，反倒成了在各地拥兵自重的诸侯。这样的作为让晋朝又重到了东汉末年的路子。我们这些回看历史的读者们心里肯定有数，这样的做法基本上百害而无一利。从周朝开始到汉朝，一直到晋朝，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，人类历史上的错误作为真是惊人的相似。除了社会风气的败坏，地方诸侯拥兵自重，还有一件事加速了晋朝的败亡。晋武帝为了降低农民的负担，将曹魏的屯田制改为占田制。占田制将所有人依身份区分，规定什么身份就拥有多少田地，有多少人口就占有多少田。相较曹魏时期的屯田制，农民少了强制劳动的要求，多了积极扩张土地的动力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占田制似乎是个好制度。然而，除了占田制，晋武帝还颁布了印刻制，也就是各官吏可以按品级高低、硬币亲属和门客，而这些被硬币者不需向政府缴税。这就导致许多负担不起赋税的农民想尽办法加入各大氏族，好减轻负担。这样政策下，可想而知，氏族大户们将会大者恒大，门阀成了晋朝的特色。门阀掌握了资源，经济、政治皆由门阀掌控。一旦有机会入了门阀，就等于得到了飞黄腾达的确保。门阀的影响有多大呢？西晋一代的所有官员任免，基本上都被门阀垄断了。门阀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。所谓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，就是描述这一时代的社会现象。社会奢靡腐败，门阀导致阶级固化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。以上这些因素已经注定晋朝不会是个长命的王朝。晋武帝过世后，将地位传给了无能的儿子晋惠帝。而晋惠帝的皇后蒋南风对朝政野心勃勃，她介入了王室斗争，发动政变，攻击政敌，铲除了敌对势力。蒋南风甚至废了元太子，并将他杀害。此举中引爆其他司马氏族的怒气，由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，杀了蒋南风，废了惠帝，并自立为帝。但其他诸王不满司马伦的行动，纷纷起兵，终形成一场为时16年的内乱。各诸侯王彼此征伐，内战不断。此乱史称八王之乱。八王之乱使西晋王朝忙于应付内战，根本没有多余心力思考如何管控周边外族。在八王之乱期间，南匈奴和氐族竟然在中原地区建立了汉赵和陈国2个君主政权。西晋好不容易维持的统一局面又被打破了。真正压垮西晋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就是晋怀帝时期发生的永嘉之乱。当晋朝周边的外族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国家，并开始威胁到晋朝时，八王之乱的最后胜者东海王司马越，也就是晋怀帝时的实际掌权者，想带兵讨伐汉赵军阀。就在出兵到一半时，司马越竟然病死，大军因此决定护送司马越的遗体回朝。但就在半路，西晋大军竟然被汉赵的石勒伏击，全军覆没。这群被汉赵歼灭的西晋大军，正是西晋最主力的军队。西晋再无武力可以抵抗外族的入侵。
此事发生不久，汉赵大军攻入西晋首都洛阳，掳走晋怀帝，并将其杀害。这件事史称永嘉之乱。晋怀帝死后，由晋闵帝即位，并迁到长安。而在3年后，公元316年，汉赵再次攻入长安，晋闵帝投降，西晋灭亡。而隔年317年，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自立为帝，史称此后的晋朝为东晋。西晋虽然带给自东汉末期300年的乱世一段短暂的和平，但其腐败的社会风气和根深蒂固的门阀政治，带来巨大的贫富差距、阶级固化，平民百姓基本无法翻身。而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，更是导致后来的五胡乱华。中原汉人士族未必战祸纷纷南渡，中原地区改由原边疆外族统治。如此大的民族迁徙，无论是中原汉人南迁，或是边疆外族迁入中原，带来的是民族的大融合。在中国这个大熔炉中，不同民族的文化透过长时间的发酵，最终融合在一起，让中华文化变得更醇厚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打开小铃铛。